穿越西游，成为五指山下的那只老虎。为了不被孙悟空做成虎皮裙别在腰上，我开始疯狂回忆西游剧情，企图寻找一线生机。此时距离唐僧到五指山还有100天，只要他一到，猴子出山，第一个祭刀的就是我。更绝望的是，唐僧身边早有罗汉暗中护驾，我连半路送他归西的机会都没有。于是我将目光放在五指山上，上面隐隐散发着道道佛光。但作为一只21世纪的老虎，怎么着也要和大圣做兄弟。我费了9牛2虎之力，爬上了小山的半山腰。突然，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后面传来一阵说话声：“那边那个小老虎，快来过来！”我先是惊惧的向后退了几步，立马回过神来，连滚带爬的向着那大石头后面跑去。大石头后面是一个小山洞，一颗猴头伸了出来看向我。我抬起虎爪，小心翼翼地向着前面走了几步。您就是那个大闹天宫、偷仙丹到蟠桃，扬言说玉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那一个孙悟空吗？猴头听到我的话，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嗨，那都是陈年旧事了，不提也罢。我呆了呆，才确认了这就是西游世界，那自己肯定也可以修炼仙法，不用真的做一只野兽。随后我平复一下的心神，这才试探着问道：“大圣爷，您被压在这五行山下多长时间了？”俺老孙被压在这里已经快500年了。孙悟空仰天一声长叹，看着天边的一朵朵流云，露出一丝渴望。500年，我蓦然一惊，那不就意味着孙悟空马上就要出来了吗？西天取经之路就要开始了。突然我想起，貌似孙悟空从五行山中脱逃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一只想要吃掉唐僧的老虎。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貌似方圆100里内就自己这一只老虎，不会就是自己吧？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心中暗骂坑爹，不会真的要成为孙悟空穿在身上的虎皮裙吧？黑小老虎，帮俺一个忙如何？孙悟空看到我又发起呆来，不禁有些猴急。什么？我茫然地转过头看向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有要自己帮忙的事情。那是俺老孙自从500年前被压在这里，还从没吃过东西，你帮俺把那边的桃子摘给俺吃一个，如何？孙悟空看着不远处山体缝隙里挂满桃子的桃树，露出一丝渴望。好说，大圣吩咐，上刀山下油锅也是要办的。孙悟空那可是自己从小的偶像啊，现在能为偶像做些事情，自然是求之不得。伸出虎爪，抓住一颗桃子，递到了孙悟空嘴边。孙悟空现在整个身体全部被压在山体之下，只有一颗猴头露了出来。我就举着虎掌，尽心尽力服侍着自己偶像。好吃，好吃！俺老孙500年来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大圣还要不要吃？要吃的话，我再给您摘。我殷勤地摇着虎尾，一副狗腿子的模样。一方面，孙悟空确实是自己的偶像；另一方面，自己以后的修仙路就寄托在孙悟空身上。或许孙悟空一高兴，凭其豪气干云的性格，说不定还教一教自己72变什么的，那就赚大发了。孙悟空舔了舔嘴唇，显然有些渴望，不过最终却还是摇了摇头，上下打量我道：“小老虎，老孙这500年除了秃驴尼姑，可从没见过别的人。你是怎么上来的呀？爬上来的呀？”我伸出虎爪，一指自己爬上来的方向，颇为疑惑地说道：“没有被什么东西挡住。”孙悟空依然不死心地问道。我挠了挠虎头，有些不明白孙悟空为什么要这么问。突然，孙悟空双眼闪烁出一阵金光，向着我笼罩过来。一瞬间，我有一种全身完全被看穿的感觉，惊惧之下，情不自禁地后退了2步。你竟然没有修炼出妖力？孙悟空睁大眼睛看着我问道。应该没有吧？我不确定地说道。自己来到西游世界也才3天时间，去哪里修炼妖力啊？怪不得，竟然碰到一只开了灵智的普通老虎。俺老孙的造化来了！孙悟空兴奋极了。小老虎想不想修炼成妖啊？孙悟空转过头，满脸兴奋地问道。我忙点头，这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不过还是有些疑惑地问道：“大圣爷，你真的愿意教我修仙功法，收我为徒？什么徒弟师傅？俺老孙最烦的就是这个，以后你就是俺老孙的兄弟，别大圣的，叫猴哥。猴哥，你真愿意教我呀？”我打蛇随棍上，舔着一张虎脸，凑近孙悟空问道：“你小子那么多废话，惹老孙恼了，就真不教了？”孙悟空见我问个没完没了，顿时有些怒：“别啊，猴哥，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小弟都听你的。”慌忙又摘了一颗桃子，送到孙悟空的嘴边，满脸殷勤地说道。孙悟空也不废话，当下便把一套功法念了出来。我听得眼冒金星，没办法，这功法太过玄奥，是真有点不明所以。孙悟空看着我的样子，顿时嘿嘿笑了起来。没事，这套8九玄功比较深奥，俺师傅教我的时候，我也和你一样晕头巴脑的。你先把它全部记住，然后老孙我再一点点给你讲解。猴哥，这就是8九玄功。我心中一阵惊喜，8九玄功那可是道教最顶尖的炼体功法，像《西游记》中孙悟空所使用的法天象地、铜皮铁骨、水火不侵，这些都是8九玄功修炼到极致的体现。当然是8九玄功，俺老孙也不会别的功法呀。孙悟空翻了个白眼，我顿时心中大喜，自己竟然这么容易的得到了8九玄功，而且还和孙悟空成了兄弟。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没有？5天后，五行山下猴子仰起头，猴急的不断的询问我怎么样，记住了没？我睁开眼睛，眼底闪过一丝喜色道：“猴哥，我全部都记住了，下面就该真正修炼了吧？急什么？先给俺老孙摘一颗桃子。”我马上跑过去，把一颗桃子摘下来，送到孙悟空的身边。不是给我吃的，你吃了。孙悟空艰难的把目光从桃子上移开，朝着我喊道：“我吃。”不明白孙悟空是什么个意思？猴哥难道是让自己以后改吃素？这桃子可是俺老孙从天庭带下来的蟠桃核长出来的，虽然经历了500年，里面的灵气流失的差不多了，但是再怎么说也是蟠桃，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桃子来历这么大，我咽了口唾沫，双眼放光的盯着蟠桃，那还顾得了矜持，狼吞虎咽的把桃子吃了个干净。不过记住，吃过桃子就立马开始运转8
九玄功，炼精化气，可别把桃子里面的精气浪费了。孙悟空在一旁摇着头嘱咐道：“猴哥，我记住了，你放心吧。”我此刻身体也终于有了反应，只感觉有一股股暖流不断在自己身体里左冲右冲，身体有一种鼓鼓胀胀的感觉。我再也顾不得其他，急忙按照八九玄功的修炼法诀开始修炼起来。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3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下过五指山，每天都在孙悟空的指导下勤奋的修炼。蟠桃树上结出了3次果实，不过孙悟空一个也没有吃，所有的蟠桃全部都进了我的肚子，成果自然也是显著的。3年的时间，自己已经达到了炼气第9层，差一步便可以筑基成功。但这在孙悟空眼中简直是犹如鳖爬，我自然也是无奈，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老虎，如果没有孙悟空的指导和蟠桃的作用，要达到这个境界，恐怕就需要100年的时间。而孙悟空可是天生地养的灵猴，又是补天石孕育而生，一出生就是妖王境界了，然后又与名师修炼7年，直接成为妖仙，这自然是没有可比性的。夜色渐渐变深，看着熟睡中的我，孙悟空抬起头，看着天边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眼中有金色光芒不断闪烁，喃喃自语道：“500年了，这一次俺老孙一定不能输。”第二天一早，我迷迷糊糊的醒过来的时候，抬头一看，天色顿时暗乎糟糕，今早居然起晚了。猴哥，你也不说叫我一下。我埋怨了一句。现在自己和孙悟空已经相处得非常随意，转过头我却是立马愣住。孙悟空此刻正在神色严肃地看着自己，往常的猴哥可都是嬉皮笑脸的，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严肃的孙悟空。你要离开了，再在这里待下去就危险了。孙悟空脸色凝重地说道。危险？你是说玄奘？眼中闪过一道寒芒，道：“猴哥，要不等玄奘过来，我一口把他吃了，你敢伤他，我就扒了你这一身虎皮。”孙悟空半是认真半是玩笑的威胁我，我陡然感觉全身一凉，虎毛一炸，看来《西游记》中那只被扒了皮的兄弟不冤了。这猴子老早就开始惦记了，没看我已经带着金箍了吗？你如果把它吃了，那我也就活不长了。金箍可不是一个控制法宝那么简单。孙悟空意味深长地看着头上的金箍说道。我蓦然一惊，却也有些反应过来，猴哥，那你还为什么要带这个金箍啊？不带这金箍，我恐怕以后的无尽岁月都要被一直压在这呢。孙悟空眯起眼睛，眼中闪过一道寒芒，区一个金箍而已，等俺老孙出来，自然会有办法解决。我沉默，确实没有一个王者会甘愿失败，被关押在这里直到老死。即便希望渺茫，孙悟空依然选择了抗争。不过如果根据西游的发展来看，那孙悟空无疑是抗争失败。我叹了口气，这些话自然没办法和孙悟空说得明白。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捏紧了拳头。这一刻我无限渴望力量，渴望能够改变天地的力量。3年的相处，早就有了化不开的情谊，而且孙悟空性格豪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给了希望，自己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最后被佛门折磨成那个畏畏缩缩的样子。猴哥，那我能帮到你什么？不要客气，尽管说，当然有事情让你做，不过你现在实力还是太弱了，下山后先尽可能的提升实力吧。孙悟空翻了翻白眼，听到孙悟空的话，我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3年来修炼可是深有体会，自己可不是猴哥这样的妖孽。我眼珠一转，突然又凑近孙悟空，猴哥，你看我这么弱，万一下山就被妖怪吃了怎么办？要不你再教我一点别的本事呗？嘿，原来还在惦记俺老孙的本事啊！孙悟空嘿嘿笑了起来。也罢，你小子挺合老孙心意，就把72变也传给你了。我狂喜着点头，立马又舔着脸凑上去道：“猴哥，要不筋斗云也教教我吧？”黑小子，你可别贪得无厌啊！筋斗云那是俺老孙的专属神通，你恐怕学不会。孙悟空摇着头说道：“我也不贪心，既然孙悟空这么说了，就专心的和孙悟空学起了72变。”转眼又过去3个月，王虎终于把72变彻底领悟到了。当然，想像孙悟空那样随心所欲的使用，还差10万8千里呢。这72变可以说是神通，也可以说是修炼元神的功法。修炼到极致，不但自身可以随意变化，甚至还可以变天变地。3天后，五指山上，一虎一猴相对而望，终于要到了离开的时候了。王虎，有3件事你尽可能帮我办了吧？虽然知道这有些难为你，不过俺老孙也是没有办法。如果你真无法办到，你猴哥我也不会怪你什么。孙悟空随意的朝王虎眨了眨眼睛，装作无所谓的说道。王虎脸色却是极其郑重。放心吧，猴哥，你尽管说，只要我王虎不死，一定帮你办了。好，不愧是我兄弟。第一，你要去犀牛贺州找我大哥牛魔王，把这些交给他。孙悟空张嘴一吐，把一枚小小的扇子吐了出来，同时还有一块小小的玉简。第二，把我脖颈处的一根金色猴毛拔下来，送到水帘洞深处，那里会有一个灵芝妖王守护，你交给他就可以了。第三，如果你办完这2件事情，俺老孙的西天之行还没开始的话，你就回来一下，配合我演一出好戏，给这诸天神佛看一看。孙悟空眼中寒芒闪过，说完却是嘿嘿笑了起来。沉吟了一下，孙悟空又道：“老孙也没啥好送你的，这3根救命猴毛你拿着，里面分别有俺老孙的一招术法，危机的时候或许可以帮到你。好了，下山去吧。”王虎再次留恋地看了一眼自己待了3年的地方，朝着孙悟空低头拜了拜：“猴哥，那我走了，放心吧，等你从这里出来，我一定在外面等你。此去艰难，一路小心了。”孙悟空笑着说道：“放心吧，猴哥，我之前大难不死，以后想死都难了。”伴随着一声颇为嚣张的虎啸，王虎双脚一蹬，离开了这待了3年的地方。五指山下，一只身长超过1丈的巨虎猛地从山上窜了下来，砰的一声巨响，扬起了漫天尘土。王虎回头再次看了一眼五行山，王虎知道孙悟空一定还在看着自己，期待着自己能够完成他的交代。
期待着能够改变自己的西行之路。猴哥对自己可谓是不薄，王虎眼神坚定，心中默默发誓，自己一定要把他从西天的算计中给解救出来。不过现在最当务之急的是先把实力提升上去。晃了晃脑袋，王虎抬脚向着自己曾经的洞府走去。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王虎终于来到了一个小山洞旁。这山洞很深，原先的那只老虎灵智未开，还处于懵懂阶段，很少往深处探索。不过在那老虎为数不多的记忆里，这山洞深处有他极其渴望的东西。如果没有王虎穿越而来，他恐怕早晚也是要进去的。这山洞深的有些超出王虎的预料，不过可以明显感受到四周天地灵气变得浓郁起来，这让他有些兴奋。这里面确实有宝贝呢。漆黑的通道突然变得明亮起来，山洞的上方悬挂着一颗颗大小不一的夜明珠，甚至这些夜明珠上还有轻微的灵气溢散出来。王虎有些眼馋地看着这些夜明珠，不过现在对于王虎来说，还是那未知的宝贝更吸引他一点。再次奔跑了1刻钟，王虎终于来到了一座大厅内，这里的山洞顶上悬挂着更多的夜明珠，特别是中间那一颗，简直有人头大小，果然是宝贝啊！王虎看着这满屋的夜明珠，虎嘴大张，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突然他虎头一转，却立马又被另一件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块晶莹的青色玉石，整个呈现一头卧虎的形状，在满屋夜明珠的光彩中依然异常显眼，特别是上面的灵气浓郁的简直都要形成雾状了，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王虎眼珠子瞪得老大，这次哈喇子是真的流下来了，后腿一蹬，猛地一个虎扑朝着那青色玉石扑去，突然一道青芒猛地在那卧虎身上一闪，朝着王虎脑袋击射而来。不好！王虎一声惊呼，猛地抬起虎爪，朝着那青芒一爪子拍去。青芒来得快去的也快，只是眨眼间便又被王虎一巴掌拍了回去，虎身落在地上，王虎抬起虎爪擦了擦虚汗，这也太吓人了。转头去看，那道青芒被王虎一巴掌拍在卧虎身上，却只是摇了摇脑袋便再次竖起了身子。这是一只浑身青色的小蛇，看起来只有半米不到，而且修为没有王虎高，只有炼气5层，不过它的力量极大，如果不是王虎修炼的是道家顶尖炼体功法8九玄功，恐怕刚才还真拦不住它。嘶嘶，一阵尖锐的蛇鸣声响起，却是那小青蛇在向王虎发出警告，而且蛇身微微弯曲，显然如果王虎有什么异动，定然会再次遭到小青蛇的攻击。停！王虎急忙道：“这位青蛇道友，这是我的家，你占了我家这么长时间，怎么见到主人回来却又要打要杀的？做妖也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吧？”那小青蛇突然一呆，显然是听懂了王虎话中的意思，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在他为数不多的记忆里，都是争斗来决定宝物归属的，从来没见过见面之后先讲道理的妖。不过他也是这几年在这里修行才产生灵智的，记忆基本上如同一张白纸。看到王虎要讲道理，顿时也收起了进攻的架势，朝着王虎嘶嘶的叫了2声。王虎竖着虎耳朵，顿时听明白了小青蛇说自己已经在这里3年了，这里早就变成了他的地盘，让王虎趁早离开。王虎心中暗喜，我这3年只是有事情暂时离开了而已。你看看那青色玉石，那可是老虎的形状，而且我已经和那青色玉石认主了。你不相信，让我过去试一试便知。那小青蛇顿时又陷入了犹豫，歪着舌头不断的在青色玉石和王虎指间来回的打量，显然是在验证他话中的真假。如果等下那青石没有反应，我立马就离开，绝对不再打扰你修炼。王虎再次循循善诱道。王虎自从进入了这大厅之后，他就感觉到了有一股冥冥之中的召唤从那青色玉石中传出，他相信只要自己靠近那青色玉石，定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小青蛇此刻的内心是纠结的，如果是一只实力不如自己的妖怪，那他肯定没2话上去就被咬死了。偏偏王虎的修为比自己高，打到最后也是2败俱伤的结果，反倒不如让他试试，因为他相信这青色玉石虽然是虎形，却并不是王虎的，因为这上面根本就没有王虎的气味，而且哪个妖怪放着这么好的修炼宝贝不要，一离开就是3年，反正小青蛇自己是不信的。嘶嘶，小青蛇再次警告一般的低鸣了2声，缓缓的退出了青色玉石的范围。王虎顿时一喜，开始小心翼翼的靠近，同时心中开始极力的去沟通那冥冥之中的召唤之力。王虎庞大的虎身慢慢靠近那青色玉石，越是靠近他越是能感受到那青色玉石中传来的清净之意，仿佛是一个长者正在用自己慈爱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一般。王虎不自觉地低下虎头，向着那青色玉石发出低沉的虎吼，这是虎族中特有的方式，是对族中长辈以示尊敬的含义。随着王虎低沉吼声发出，整座青色玉石突然散发出耀眼的青色光芒，咔嚓一声，卧虎虎嘴中一颗牙齿突然断裂，飞到了王虎的身前。与此同时，一连串的信息开始涌入王虎的脑海中：七煞断骨诀、上古黑虎一族功法，汇聚无穷煞气于己身，凝练七煞神兵，锻造金刚不坏之骨。同时，那青色卧虎上面突然散发出血光，一丝丝的血脉之力伴随着庞大的天地灵力直接涌入了王虎的虎身，顿时血色的灵雾瞬间把他整个身体彻底包裹。旁边的小青蛇看得眼睛发红，如果他知道是这么个结果，就算拼死他也不会让这该死的老虎靠近青色玉石的。不过现在围绕着王虎的一层青蒙蒙的微光，却是让他丝毫不敢轻举妄动。出去对危险敏锐的直觉告诉他，只要靠近，自己定然会魂飞魄散。不过现在青色玉石无数灵气外泄，他自然也不愿就这么错过。一道青芒闪过，小青蛇小巧的蛇身盘在青色玉石旁边，
面，疯狂地吸收着从里面溢散出来的天地灵力。连绵的苍茫大山一眼望不到尽头，一条宽阔的大河中间的巨石上，一头仿佛山岳一般的黑色巨虎卧在两座山峰之间。突然，他猛地抬起头，朝着前方发出一声震天的呼吼。大河波涛连天，无数河水向着两岸汹涌澎湃，一道无形的音波以黑虎为中心，向着四周的群山扩散而去。所到之处，山势崩塌，巨树断裂，一片狼藉。虎族天赋神通虎啸竟然如此恐怖！王虎的意念漂浮在空中，向着下方的巨大黑虎看去，忍不住一阵激动，自己竟然在筑基之时觉醒了虎族的天赋神通。山洞中闪烁着的无数光芒渐渐消失不见，一头黑黄花纹的斑斓猛虎慢慢站起身，甩了甩巨大的虎头，这自然就是王虎。距离他接受黑虎传承已经过去了1个月，他不但得到了黑虎一族的顶级功法七煞断骨诀，而且凭借着青色玉石中的庞大灵气以及里面的黑虎血脉之力，一举突破达到了筑基期。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王虎显得更加满意，自己的身体比之前大了1倍有余，将近3丈长的本体就如同一座小山一般。心念一动，庞大的虎身顿时缩小到了普通老虎的大小，满身黑黄相间的花纹有一种异样的金属光泽闪现。现在咱这身虎皮卖相定然极佳，如果放在虎群中，那肯定是能迷死万千少女。可万千母虎的存在了，王虎不禁有些得意的想着。突然耳朵一动，旁边一声响动传来，王虎转过虎头，顿时发现了如临大敌的小青蛇。此刻的小青蛇已经突破到了炼气7层，显然也是占了自己的光。不过现在他却是如临大敌一般的盯着王虎，小巧的蛇身绷得紧紧的，显然现在的王虎给他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王虎有些讶异，按道这小蛇也不知道是什么异种，这么快就升了2阶，而且蛇身反而小了一点，竟然还能给王虎一丝危险的感觉。要知道两者之间可是差了好几级啊！不过王虎本来也没打算和这小青蛇拼个你死我活，他一直奉行的宗旨就是以和为贵，能够把酒言欢，又何必打打杀杀呢？再怎么说自己也是来自21世纪的文明老虎，不是？我早就说过这青色玉石是我的，你看现在我可是都筑基了。王虎龇牙一笑，露出满嘴的獠牙，然后又转过头研究起青色玉石以及手中的那颗虎牙起来。小青蛇看到王虎没有杀掉他的意思，紧绷的蛇身顿时放松了下来，却也没有离开，伸着舌头好奇地看着王虎，想要知道这个看起来有些特别的老虎想要干些什么。青色玉石表面一直有一丝丝灵气外泄出来，只是这些灵气在距离玉石半米不到的地方便又被一层青光阻挡，再次融入了玉石中。王虎把虎头靠近观察，发现在青色玉石的中心部位有一个心脏，甚至离得近了还能听到那心脏微弱的跳动声。这个发现让他不禁吓了一跳，这里面的心脏不会还活着的吧？不过马上王虎镇定了下来，活着也是自己的老祖宗，有什么好怕的？转过头又开始研究这颗虎牙，一丝灵气缭绕在这虎牙的上面，顿时一喜，这虎牙竟然是一个储物空间，里面一共有3样东西，一把白色的骨质大刀，一面画着黑虎的小旗子，以及一幅地图。王虎只是一眼便喜欢上了这把白色的古刀，做工精致，整个刀身显露出一丝丝荧光，看起来极其不凡。等自己画出人身时，正好作为兵器。王虎美滋滋的想着，另外的画着黑虎的小旗子。王虎不管怎么弄都没有反应，想必是自己实力太差了，等以后实力足够了，应该就能够御使了。王虎乐呵呵的把旗子收了起来，又去看那一幅地图，这仿佛是一幅藏宝图，不过并不全，缺了一半的样子。王虎顿时有些兴趣缺，他现在有猴哥交代的要紧的事情要办。查看完毕，王虎又把目光瞄上了大厅高处悬挂着的夜明珠，这些可都是宝贝啊，自然不能放过。下面角落里的小青蛇就看到了颇为滑稽的一幕，一头猛虎撅着屁股一颗一颗的把上面的夜明珠抠了下来，就连通到墙壁上的那些也没有放过。半个小时后，王虎心满意足的从山洞里出来，摸了摸脖子上挂着的一个骨牙项链，咧开嘴笑了起来，收获相当不错。喂，小青蛇，你干嘛不走，一直跟着我？是不是被本大王的王霸之气所震慑，准备臣服于本大王啊？王虎扭头看了一眼一路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小青蛇，有些臭屁的说道。嘶嘶嘶，小青蛇很人性化的翻了个白眼，嘴里发出一阵嘶嘶的低鸣声。你想得美，那青石卧虎是我老祖宗的东西，怎么能留给你？王虎翻了个白眼，对于这异想天开的小青蛇有点无语。嘶嘶嘶，小青蛇继续据理力争，拳头大就是道理，明白了吗？再说这里面有我老祖宗的心脏，给了你不就等于欺师灭祖吗？没得商量。王虎不为所动，晃着虎头，扭着硕大的虎屁股慢慢向前走去。其实他现在已经能够幻化成人身虎首的妖怪，不过王虎想了想，那样实在是太难看了，还没有这样老虎形态好看，所以也就放弃了。小青蛇歪着头看着渐渐远去的王虎，他并没有从王虎身上感受到恶意与杀机。嘶鸣2声，顿时又化作一道青影跟了上去。喂，你这条小青蛇还真够锲而不舍的，要不你就跟在我身边，等我修炼的时候咱们一起用。王虎看着又追上来的小青蛇，试探地问道。嘶嘶嘶，一阵蛇鸣声响起，下面的小青蛇狂点舌头，那感情好，上来吧，我拖着你。王虎一喜，没想到刚出家门就收了一个小弟，这小青蛇一看就是拥有蛮荒血脉的一种蛇，定然会是一个极大的帮助。小青蛇啊，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放心的跟哥混吧，只要有我王虎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嘿嘿。嘶嘶，一阵不满的嘶鸣声从身后响起，王虎一愣，有些吃惊的道，原来你是母的，这还真是，嗨嗨可。王虎一阵轻咳，心中却是不由得开始歪歪起来。看电视里面蛇精幻化成人，那可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啊，如果从现在就开始调教，那到时候是不是自己就可以？半个时辰后，王虎站在一处小山
风的顶端，向着对面的五指山看去。猴哥，我就要走了，去犀牛贺州找牛魔王。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情，我一定帮你办成，再帮你脱离佛门的掌控。王虎低下虎头，对着五指山的方向低吼了一声，算作自己的告别，然后扭转头，向着远处的密林中窜行而去。远处的五指山下，孙悟空同样听到了这一声虎啸，立马明白了他的心意。哈哈哈，俺老孙这一世教了你们这一帮兄弟，也算是不枉活了。哈哈！伴随着一声大笑声，王虎踏上了属于他的西游之路。他现在修为太低，只能靠着4条爪子前行。看过《西游记》的王虎可是深知这一路的艰难险阻，凭着他这筑基期的弱小修为，指不定就被那位妖王一口吞掉了。不过这又是他必须要去的，毕竟孙悟空是自己的偶像，而且还在自己最落魄、最无助的时候帮助了自己。3年的蟠桃全部进了王虎的嘴里，虽然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是这份情谊却是一直都记在心里的。背上的小青蛇歪着脑袋看着这一刻气质变得有些不一样的王虎，眼神慢慢的也有些变了。时间慢慢流逝，转眼半个月过去，王虎白天赶路，晚上则找地方藏起来，和小青蛇一起在青玉上修炼，一边赶路一边提升修为，显得极其谨慎。毕竟这西天之路上荒山野岭的，定然潜藏着妖怪无数，而敢于找唐僧晦气的那最起码也是炼气化神巅峰、化神期顶尖妖王的存在，随便出现一个那可都是致命的威胁啊！小青去找点兔子吃，累死我了。又是一天赶路结束，接近黄昏时分，王虎一屁股卧在一棵大松树下，对着肩膀上的小青蛇说道。小青蛇嘶嘶怪叫2声，翻了一下蛇身，显得很不情愿。小青啊，我这整天拖着你东奔西走的，都快累得吐血了，连给我找点吃的都不愿意吗？你还有没有良心？王虎扯着嗓门怪叫道。嘶嘶嘶，小青蛇晃着蛇身，白了王虎一眼，乖乖的去捕猎了。嘿嘿嘿，这小丫头还治不了你。王虎坏笑一声，半个月的相处，他已经对小青的性格有了很深的了解。这丫头是吃软不吃硬。大哥，你看这是什么？一头老虎，咱们这次发达了。正在王虎准备小睡一觉的时候，不远处的密林中突然响起一阵惊喜的怪笑声。王虎一愣，扬起巨大的虎头，朝着远处的密林中看去。一行10几人从密林中鱼贯而出，手中握着钢刀，慢慢朝着王虎靠近。这些人穿着打扮都很有特色，王虎只是一眼便看出来这是一群强盗或者是山贼什么的，反正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人。想到这里，王虎不禁有些郁闷，强盗不是应该打劫过路人的吗？怎么打劫到老虎头上了？貌似老虎应该是吃人的吧？大哥，大哥快来，你看这老虎愣头愣脑的，哈哈哈，逗死人了。一众强盗哈哈大笑着，把一个独眼龙众星捧月般让了进来。嘿，这只老虎不错，肯定能卖个好价钱。独眼龙看到王虎顿时一喜，独眼猛地一亮，王虎的虎头在这大汉全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顿时有些了然，炼气3层，难怪敢对百兽之王的老虎动手。百无聊赖的打了个哈欠，王虎微微眯起了眼睛，有些打瞌睡。这一群人自己一巴掌就能拍死了，真是提不起一点战斗的欲望了。你看他怕了，还敢向我们老大示威，真是不知死活的畜生！老大干掉他，干掉他！一群强盗群情激昂，不断挥舞着钢刀向那独眼龙助威。王虎郁闷了，自己只是打了个哈欠而已，这些人会不会说话，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那独眼龙双手掐诀，嘴里开始念念有词：去死吧，畜生！随着独眼龙嘴里一声怒喝，一只闪烁着红光的小剑突然从他手中激射而来，一剑削向王虎的脑袋。叮，一声金铁之音响起，小剑被直接弹飞，王虎脑袋毫发无损，就连虎毛都没有掉落一根。王虎晃了晃脑袋，伸出爪子摸了摸脑门，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向独眼龙。这不可能！独眼龙一声惊呼，仅剩的一个独眼睁的老大，仿佛下一刻就要瞪出来一般。给我去死！独眼龙一声惊怒，张口吐出一口鲜血附着在小剑上，那小剑顿时一声嗡鸣，速度猛地再增加1倍，化作一道血光朝着王虎击射过来。王虎吓了一跳，要不要这么拼啊？自己与这些强盗好像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吧？大家你好我好，一起坐下来喝杯茶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在这打打杀杀的？不过他也没什么别的动作，依然歪着脑袋颇为无辜地看着独眼龙。叮叮当当，一阵金铁之音再次在王虎身上响起。几分钟后，独眼龙脸色苍白地看着毫发无损的王虎，眼中满是恐惧。自己拼尽全力的这么一阵刺杀，竟然连一根老虎毛都没打下来。老虎爷爷，小的上有老下有小，求你放过我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独眼龙咣当一声扔掉手中的小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砰砰砰地朝着王虎磕起头来。下面的小喽啰看到自家老大都跪了，顿时一阵咣当咣当声响起，钢刀掉落一地，所有人全部跪倒，一片哀嚎求饶的声音响彻整个森林。王虎看着跪倒了一片的家伙，心中一阵得意，暗道这8、9玄功果然不凡，自己只是稍稍运转，这家伙连自己的防都破不了。嗖！就在这时，远处一道青光一闪而逝，王虎还来不及说出一句，顿时眼前的独眼大汉身体猛地一僵，瞬间软倒在地上。四周的强盗看到老大眨眼间身死，顿时大惊，再也顾不得其他，猛地一哄而散，向着四面八方四去。小青蛇速度极快，在森林里来回穿梭，转眼间剩下的强盗又有7、8个倒了下来，只剩下为数不多的2个向着远处跑去了。小青蛇身体一晃，化作一道金光，猛地向着那最后2人的方向追去。王虎伸出的爪子停在半空中，这小青蛇也太暴躁了吧，怎么见人就杀，以后一定要好好引导引导，
作为一只新时代妖怪，怎么能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呢？看着一地的尸体，王虎神色一动，走到那独眼龙的尸体旁，把那之前他御使的小剑捡了起来。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下品灵宝，品相差到了极点，但是总归是灵气不是。王虎笑呵呵的把小剑收了起来，眼珠一转，又把地上散落的钢刀全部收到自己储物虎牙里面。再怎么说也值几个钱，蚊子再小也是肉啊！王虎把几人身上再次搜查了一遍，看没别的什么宝贝，郁闷的叹了口气，这几个强盗也太穷了点啊，连一点碎银子都没有。王虎不满的嘟囔了一句，这才迈开四只爪子朝着小青蛇离去的方向追去。轰！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一阵地动山摇，紧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吟声响彻天宇。王虎脸色大变，虎身瞬间暴涨1倍，全身妖气缭绕，犹如刮起了一阵狂风，向着小青蛇离去的方向速度极快的追了过去。所谓龙从云，风从虎，当王虎彻底显露出本体，展开全速向前奔跑的时候，可谓是狂风呼啸，妖气阵阵，还真有点大反派即将登场的感觉。不过王虎现在可没时间去欣赏自己造成的极大动静，他现在心急如焚，对于刚才那一声龙吟还是心惊胆战。王虎猛地从山林中窜出，瞪着虎目向前看去，这里是一个深涧，水深潭清，四周奇花异草争相开放，灵气相当浓郁。不过让王虎有些战栗的是漂浮在深涧上方的一条白色巨龙，果然是阴愁涧小白龙啊！王虎喃喃自语，感觉身体有些冰凉，这家伙貌似喜欢直接生吞啊！唐僧原来的那匹白马不就是这么挂的吗？也就在王虎窜出来的同时，漂浮在天空的小白龙猛地转过头，硕大的龙头缓缓靠近王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特别是龙嘴，王虎清楚地看到他的哈喇子流了下来。硕大的龙头慢慢靠近，强烈的龙息喷在王虎脸上，使得他四只虎爪都有些发软，身体一点也无法动弹。远处那剩下的强盗早已不知去向，小青蛇如同一根面条一般的躺倒在地上，挣扎着想要爬起来，但是来自龙族那强烈的威压却是使他身体完全不听使唤。自己那引以为傲将近3丈的本体，在长达30丈的巨龙身边，就如同蝼蚁一般。当然，现在在白龙眼里，自己是一堆食物，死了，要死了吗？王虎心中疯狂呐喊，眼前这家伙即便没有达到炼神还虚的地仙境界，恐怕也相差无几，恐怕稍微喷出一口龙息，自己就要彻底死翘翘了。你这只小老虎看起来倒也壮实，能进我西海3太子的肚子，也算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小白龙仰天一声龙吟，哈哈大笑着，张开血盆大口，猛地朝着王虎吞噬而来。操，我顶你个肺！老子21世纪的新生代妖怪，怎么能随便就挂在你这小蚯蚓的肚子？王虎嘴里嘟囔着，双眼不停乱转，显然是在憋着什么脱身之法。眼看大嘴近在咫尺，王虎突然脑子一亮，急切的大吼道：“我是观音菩萨派来的，你不能吃我！”王虎急中生智，危急关头只能把菩萨拿出来当挡箭牌了。小老虎，你说什么？是南海的观音菩萨？白色巨龙晃了晃硕大的龙头，颇为疑惑的看着王虎，却终于把那充斥四周的恐怖龙威收了起来。小青蛇骤然感觉身体一轻，愤怒的朝着小白龙嘶鸣一声，化作一道金光窜到了王虎的身上。王虎被那硕大的龙目近在咫尺的盯着，顿时有些口干舌燥。是这样的，我本是五指山上一只普通老虎，幸有菩萨点化，这才修炼成妖。菩萨临走前托我来告诉3太子，取经人7年后便到，这几年让你少造杀孽，静等取经人到来。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说完这一切，还装模作样的抬起前爪，向着西方打了一声佛号。小白龙狐疑的盯着王虎，没办法，主要是西天取经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关系重大，而且王虎这么一只连化形都没有的老虎，灵性竟然这么高，这也让他不得不慎重。想到这里，小白龙顿时收敛起轻视之心，庞大的神识不着痕迹的扫视王虎全身。此时王虎已经收敛起全身妖气，8九玄功运转，顿时浑身有点灵光外溢出来。这8九玄功可是道家最顶尖的功法，就连小白龙都没资格修炼的。看到那一点灵光，小白龙心中顿时暗惊，这只修为不咋地的小老虎看起来貌似不简单啊！砰！一阵烟尘腾起，天上的白色巨龙陡然消失不见，王虎眼前却是出现一个一身白衣、风神俊朗的青年来，道友客气了，多谢你替菩萨传话，我一定谨遵菩萨法旨，以后在这阴愁涧中安心修炼，少造杀孽。小白龙收敛起刚才倨傲的样子，也是赶忙学着刚才王虎的模样，朝着西方合掌朝拜起来。这小白龙果然长得俊啊，不过这也太俊了吧，长得跟个美女似的，难怪连老婆都跟着9头虫跑了，估计也是嫉妒她长得太漂亮了。王虎心中恶意的猜测着，面上却是不露分毫。看到危险终于过去，王虎装作作样的摸了一把头上的虚汗，一副担惊受怕的道：“3太子，刚才你真是吓死我了，差一点就被你吃掉了。”小白龙闻言顿时一阵尴尬，自己刚刚发誓少造杀孽，你还提这些往事干什么？不过他却是深知阎王好惹小鬼难缠，王虎现在就相当于在观音菩萨手下做事，回去之后等见到菩萨，如果把自己随便吃人的事情说了，难保观音还让不让自己加入西天队伍，这可是自己父亲和3个叔叔好不容易求来的位置。想到这里，他立马满脸堆笑的走到王虎身边，小声道：“虎兄之前的事情真是让你受惊了，这样吧，等下我做东在我的水府里好好款待兄弟，替你压惊。”听到有吃的，王虎心中一动，这小白龙可是神仙一流的龙族，他招待的宴会定然不同凡响，灵果仙酒必然不少。不过自己冒充观音使者，这要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那就悲催了。想到这里，王虎顿时把虎头摇晃得不浪鼓一般，面上颇为为难的道：“早就听说龙族宝贝众多，我也早想见识见识了，不过菩萨交代的事情没办完，后面还有几个取经人的徒弟要通知，本使者也是不敢逗留啊。”小白龙作为西海3太子，显然也算是个纨绔子弟，只一眼便看出来王虎这么说，含义很明显，宴会我就不去了，你随便给我俩宝物就可以了。
既然虎兄有菩萨交代的钥匙要办，小龙也不便阻拦了。但是这点东西聊表心意，虎兄一定要笑纳。小白龙说着，把身上的一个玉佩取下来，颇为恭敬地送到王虎的面前。王虎心中一喜，暗道这小白龙果然上道，有前途。装模作样的推辞一番，这才把玉佩收了起来。他也不怕小白龙发现，虎爪上灵光一闪，那玉佩便被他收进了虎牙储物空间。两人又是一阵寒暄，王虎这才迈着方步，摇晃着虎尾，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阴愁涧。小白龙看着王虎消失的方向，眼中有光芒闪过。在王虎拿出那储物虎牙的时候，他就已经彻底打消了疑虑，这小老虎来头肯定不凡。不过想起自己的玉佩，小白龙也是一阵肉疼，那可是一件仙宝啊，就这么让自己白白送出去了。小白龙暗骂自己贪嘴，好好躲在阴愁涧下不出来不就好了？现在倒好，让一只小老虎坑了一把。一声龙吟远远传来，扑通一声，小白龙显化白龙真身，一头扎进了阴愁涧里。他已经决定了，取经人来之前，自己试一次也不会出去了。一直装模作样的走出10多里，王虎这才长长出了口气，一抬虎屁股坐在了地上。妈妈的，吓死我了！擦了擦头上本来就没有的虚汗，王虎只感觉浑身一软，就那么软绵绵的倒在了地上。只是和小白龙说了几句话，却是让他感觉像是打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大战一般。不过很快他又暗自得意起来，暗叹自己的演技果然是影帝级别的，竟然从传说中的小白龙手里骗到了一枚玉佩，真是自己都不得不佩服自己了。想起玉佩，王虎立马又来了精神，打开储物虎牙，把那枚玉佩取了出来。这玉佩看起来极其精致，上面密密麻麻的雕刻着9条金色小龙，试着向里面催入灵气。玉佩顿时猛地一阵亮光，一道金光闪过，在王虎四周顿时撑起了一层金色护罩，而且上面有一条金色龙影不断游走，仿佛是在守护着自己一般。王虎的哈喇子顿时流了下来，这是防护类型的9龙玉佩啊！现在自己灵气匮乏，还只能催动一条龙影，而上面一共可是有9条龙影的。以后如果和别人打架，自己只要往那里一站，催动9龙玉佩，顿时9龙还身，那该是多拉风的一件事情啊！想到这里，王虎不禁嘿嘿傻笑了起来，爱不释手地把玩着玉佩，任由那一条龙影不断地在自己周身游走。嘶嘶，突然背上的小青蛇有些不满地嘶鸣起来，大致是询问王虎那条白龙那么坏，为什么还要收他的东西啊？王虎一呆，暗叹小青蛇单纯，自己要了他的东西，他才不会怀疑。如果不要，万一小白龙发起狠来，自己现在恐怕都变成龙粪了。不过这些东西自然无法和小青龙说明白，作为一个女妖精，自然还是单纯一点好。正因为她是一条坏龙，我们才要向她要东西啊！王虎理直气壮地说完，岔开话题道：“还有之前你为啥上来就杀人啊？至少也要问一问有没有藏有宝藏什么的好吧？作为一直有追求的妖怪，可不是只有打打杀杀的哦。”小青蛇顿时被成功转移了话题，青蛇脑袋顿时低垂了下来，一副知错了的样子。王虎说了大半天，这才意犹未尽地停止说教。他有信心，随着自己的不断努力调教，小青蛇定然能够像他一般成为伟大的新时代妖怪，有惊无险地度过阴愁涧，一虎一蛇继续踏上西行之路。经过这里的遇险，王虎也多长了个心眼，努力地回忆看过《西游记》上的内容。如果王虎没有记错的话，《西游记》中的下一难应该是观音禅院的金池上人。这老家伙也是心狠手辣之辈啊！为了一件袈裟就要火烧唐僧，看来自己还是小心为妙的好。又走了3天时间，前面的大山深处果然隐隐有钟声传来，看来自己猜测的应该没错，前面就是观音禅院了。王虎在这里随便找了个山洞隐匿起来，从储物虎牙中取出青色玉石，和小青一起修炼起来。现在天色还早，王虎准备等到晚上再靠近打探情况。这金池长老据《西游记》中记载，和黑熊精等大妖王等都有联系，甚至互相交易。不过王虎却是从中看出了一些诡异，金池长老修为定然比这些妖王低得多，妖族可都是实力为尊的种族，为何甘心和他交易？这中间定然有不为人知的隐秘。王虎感觉如果自己不弄清楚，就贸然一头扎进这些人的势力范围，恐怕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夜色渐深，王虎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人身虎头的虎妖，悄悄地向着这观音禅院潜伏了过去。这还是他第一次变成这种模样，只看了一眼便顿时咧嘴，这样比起本体来，那还真是更加难看啊。不过现在也别无他法，老虎的模样过去的话动静太大，悄悄地向着观音禅院的庙门口摸去。刚刚走近，王虎便耳朵一动，一阵喧闹声从禅院的院门口传来。王虎凑近一看，顿时有些发愣。只见庙门口有20多只和自己一样的筑基期小妖，手里面都大包小包的拿着一些东西，正在安静的排队等待。而守大门的几个和尚却是视而不见，一个一个闭着眼睛站在那里，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是在自言自语的说着什么。夜色渐渐深沉，子夜时分，禅院突然大开，一众妖怪地上拜帖，一个个的鱼贯入。王虎耐心等待，果然不到1刻钟，一个妖怪便欢欢喜喜的从禅院中走了出来，手里面却是不见了包袱，换成了一个做工精致的小盒子。王虎眼珠一转，又等了一会儿，选定一个老虎精，悄悄地跟了上去。在他想来，既然大家都是老虎，怎么说也算是同族了，等下即便翻脸也不至于打起来吧。做什么事情还是以和为贵的好，这是王虎的一贯主张。那老虎精看起来心情不错，一路上哼着小曲在森林里踱步。王虎找到一个适合的时机，猛地从暗处走了出来。哎，虎兄等等！王虎本以为对方会发现自己，没想到那家伙竟然对于
于身后的声音直接视而不见，哼着小曲走了。无奈王虎只能开口喊道，同时心中暗自诽谤：作为一个妖怪的自我修养呢，怎么对于危险的感知这么低啊？前面老虎听到喊声，顿时疑惑地转过头，皱着眉头看着跑过来的这个同族：你是哪来的妖怪？我怎么没见过你？老虎精皱着眉头问道：虎大哥，我是在阴愁涧修炼出的神智，只是那里有一只恶龙，好几次差点把我吃掉，那边太危险，所以我就离开了那里，到了这边。没想到刚一出来就碰到了虎大哥你。老虎精一听，顿时点了点头道：我知道那白龙在那里几百年了，听说是天山的神仙被贬下来的。老虎精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上下打量了王虎几眼，接着道：小老虎修炼的不错，跟我走吧，我禀报我们大王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啥？王虎一阵发呆，这就成功收编自己了？这也有些太容易了吧？放心，我在我们黑虎山那是数一数二的妖怪，你看大王把每个月和观音禅院换取丹药的事情都交给我，可见大王对我的信任。老虎精一副很骄傲地显摆了一下手中的小盒子，显然是向王虎展露自己的实力，意思很明显，跟哥混没问题。王虎不说话了，不禁感叹妖族原来都是这么淳朴啊，这么容易就相信了自己，怪不得一直被人族压在深山老林里。大哥，我之前听几个小妖说过黑风山，黑熊精大王不知道是不是也在这里啊？跟着老虎精走了一会儿，王虎舔着脸问道，一副很狗腿子的模样。那是，咱们黑虎山以及黑风山、黑蛇山、黑狐山4座山的大王那是结拜兄弟，黑风山的黑熊大王是老大，咱们虎大王老二，蛇大王老三，狐大王老四。王虎呆了呆，怎么都是黑字开头的？黑色的蛇、黑色的虎还可以理解，但是黑蛇、黑狐是什么鬼？王虎心中诽谤，面上却是不露分毫，继续询问着一些附近势力的分布以及观音禅院的一些信息。老虎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全部一股脑的说了出来。看问的差不多了，王虎突然眼珠一转，捂着肚子道：大哥，我突然肚子痛，你先去吧，等下我再追你去。去吧兄弟，记得到黑虎山的话报我花头虎的名头。老虎精看起来果然单纯，只是拍了拍王虎的肩膀，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就哼着小曲离开了。天哪，妖族真的都这么单纯吗？王虎不禁有些意外，不过王虎却也对这打听到的黑风山范围内的妖怪势力有些吃惊。从距离这观音禅院最近的黑风山向北，金丹以上的化形妖王一共有68个之多，这些妖怪形成了大大小小的10多个势力，几乎把持了这整片的洛风山脉。而观音禅院则是和整个洛风山脉范围内的妖族势力做交易的地方。主持金池长老虽然只是筑基后期，但是却代表着他身后整个上林国修道界的利益。王虎站在那里思考了起来，看来妖族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啊。之前老虎精对自己的疏于防范，一方面恐怕是自己问的东西在这附近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而另一方面这恐怕也是妖族招收手下的一种独特方式吧。毕竟刚刚化形没有开化的妖族就像是刚出生的小孩一般，都是懵懵懂懂的，哪像王虎这样还没修炼就有一个成熟灵魂呢。王虎继续在附近游荡了一圈，又回到观音禅院蹲点守护了大半夜，见一直没什么动静，也就回到了山洞。一连半个月，王虎都在附近打探情报，得到的结果和第一天所知道的相差无几，这不禁让王虎皱起了眉头，自己恐怕是没办法继续往前走了。这68洞妖王，10多个势力错综复杂，一旦深入洛风山脉深处，恐怕很快就会被发现抓住。王虎脸色发苦，自己可不是孙悟空，天生的斗战胜元，一根棍子就能摧枯拉朽的毁掉一切。想到这里，王虎突然又有些疑惑，这里既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那么金池长老、黑熊精这些人会为了一件袈裟和孙悟空结怨吗？恐怕是有什么人想要利用孙悟空的战力打破这里的平衡吧。想起这里的名字观音禅院以及黑熊精最后被观音带走，王虎突然有了一些猜测，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突然涌现王虎全身，摇了摇头，这些距离自己太遥远了，即便是知道了什么，恐怕自己也没办法改变，还是安心的思考穿过这里的方法吧。正往回走着的王虎耳朵突然一动，身子蓦然停下，他仿佛听到了前方的一些动静，摇身一变，王虎变成虎身，依靠着茂密丛林做掩护，慢慢的向着自己住的山洞靠近。快抓住他，这可是远古一种青蛇，还有那块青色玉石，一看就是宝贝，一定要得到。一个少年站在王虎住的山洞门口，正满脸兴奋地指挥着一群人和山洞中的小青战斗。王虎眼睛一缩，少年筑基初期，不过看情况还控制不住灵力的样子，应该是刚刚突破不久。不过王虎重点注意到了少年身边的老者，老头一身灰衣，须发皆白，脸上皮肤皱皱巴巴的，老得不成样子，但是身上却有着很浓郁的灵压散出，只一眼王虎便看出这是一位筑基后期的人族修士。而另一个让王虎注意的便是里面几个炼气修士手中的一张发光巨网，正是他限制住了小青的行动。如若不然，凭借小青的速度，那几个炼气修士肯定不是对手。一个筑基后期老头做护卫，如此年轻便进阶筑基的家伙，定然来历不简单。不过看到洞府中鲜血淋淋的小青，王虎的眼神终于第一次变得冰冷起来。人不犯我，那咱们以和为贵；人若犯我，那可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这便是王虎的行事准则。虎身渐渐压低，向着那老头一点一点的匍匐前进。他的眼神没有丝毫波动，虽然是第一次狩猎，但是存在于血脉中的本能却是在告诉他要怎么去做到一击必杀。少爷，还是让老奴来吧，我们速战速决。这里距离洛风山脉太近了，如果让妖族发现这只灵蛇，免不了又是麻烦。那老者看着里面久久无法抓获的小青，眉头微微皱起。好吧，不过千万不要杀死他了。少年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头同意了。老头恭敬行礼，脚步抬起就要
要向着山洞中走去。就在这时，一声震耳欲聋的虎啸声猛地传来，伴随着狂风呼啸，所有人都感觉好像有一只猛虎在自己耳边长啸不止。里面修为低下的几个炼气修士顿时身子一晃，嘴、眼、鼻子全都冒出血来。刚刚迈出一步的老者身子一晃，双眼中在一瞬间有了一丝迷茫。呼！就在这时，伴随着呼啸的风声，王虎巨大的虎身猛地向着老者扑去，张开血盆大口猛地咬向老者的脖子。那老者身边的少年大惊失色，手臂一抬，一把蓝色小剑猛地朝着王虎脖子击射而去。咔嚓！王虎不管不顾，一口咬断了身下老者的脖子。他可不敢有丝毫大意，如果让这筑基后期的老头从自己的天赋神通虎啸中缓过神来，那自己可就危险了。与此同时，那青年的小剑也在他脖颈处留下一道3寸多深的伤口。王虎一声痛吼，巨大的虎尾猛地扫向少年。少年本想控制蓝色小剑再次发动攻击，却不想虎尾如同钢鞭一般扫来。他刚刚达到筑基境界，感受到虎尾上的威势，顿时脸色一变，猛地向着一旁跳去。然后不等王虎追击，一抬手，一张青色符篆出现，顿时少年脚下生风，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有些不甘地止住追击的脚步，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伤口，深可见骨的口子正在汩汩流血。王虎不禁暗暗咧嘴，当当当！便在这时，突然观音禅院中一声声急促的钟声敲响。王虎神色一凛，这钟声恐怕和他刚才的那声虎啸有关。小青，你没事吧？王虎快步走进山洞中，看到小青蛇虽然满身都是鲜血，但却没有受到致命伤，妖族的恢复能力极其强悍，就像现在小青身上的伤口已经基本上结疤了，地上满地都是尸体。这些人先是被王虎的虎啸功震荡心神，然后又遭到小青拼死攻击，全部都已经死透了。嘶嘶！小青欢快地扑到王虎的身上，看到他脖颈上的伤，顿时再次嘶鸣了起来。没事，都是皮外伤，很快就会好的。王虎咧嘴笑了笑，一边回答一边手上不停，伸出爪子一挥，先是把两人修炼所用的青色玉石收了起来。虎目一转，王虎的目光又转向了扑捉小青所用的那发光巨网，同样收走。时间紧迫，王虎简单搜了搜这些人的尸体，见没什么好东西，也只能无奈作罢。不过倒是在那筑基期老者的怀里得到了一方宝印，宝印上印着连绵不绝的大山，一看就非凡品。王虎顿时又眉开眼笑起来。远处观音禅院的钟声越发急促，王虎抬头一看，顿时瞳孔缩了缩，只见10数里开外2道人影正驾驭着遁光急速向这里飞来。能驾驭遁光的，最低也是炼神还虚的结丹境界，王虎哪里是对手？自然是36计走位上级，显化出自己庞大的虎身。王虎甩开4只虎爪，驾驭着狂风，开始向着落峰山脉狂奔而去。那里面是妖族的势力，只要进了那里，身后那2个结丹修士恐怕就不敢随便乱闯了。最坏的结果，自己大不了真的去投奔花头虎去，先在里面躲一段时间再说。不好，那妖虎要往落峰山脉逃窜！张长老、林长老，快拦下他！身后一个声音焦急地响起。王虎回头看去，只见那刚刚落荒而逃的少年，竟然再次驾驭着一辆小巧的战车追了上来。王虎顿时气炸了肺，这个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啊！等下如果落在自己手里，定然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王虎嘟囔了2句，能够让筑基境修士驾驭的战车，好东西啊！不过马上他便脸色大变，那天上的2道遁光竟然猛地增加1倍，眨眼间便迫近到了王虎的背后。妖虎受死！两人中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最为卖力，手中掐起法诀，顿时一道白色剑光，嗖的一声直刺王虎背后。嗡！一圈金色光幕在王虎的四周亮起，一条龙影猛地和剑光撞在了一起。当当，老头的白色剑光竟然被挡了回来，而王虎的身体外的金色光幕却也支离破碎，龙影随之消失无踪。王虎当然也不好受，连续翻了几个大跟头，摔倒在地，晃着有些发晕的虎头，这才慢慢的再次站了起来。这当然是王虎发动九龙玉佩挡下了这一击，不过结果却让他更加咧嘴。没办法，两者差距太大了，自己根本连一丝逃走的机会都没有。想到这里，王虎眼珠一转，确实也不准备再跑了。回过头，眼珠转得飞快，看着天上的2个结丹修士以及那驾驭着战车的少年。那另外一名黑衣结丹修士刚想趁势发动攻击，不想王虎竟然停了下来。是投降了吗？这样更好。黑衣结丹修士施然收起飞剑，和那结丹老者一前一后的把王虎的去路封死。我认输了，你们想干什么吧？王虎颇为光棍的蹲在地上，老虎尾巴不断扫来扫去的。妖虎把这个带上，跟我回紫微宫，以后就做我的坐骑吧。那驾驭战车的少年居高临下的来到王虎上方，伸手扔下来一个玉兽环来，一副理所当然的说道。王虎一翻白眼，你让我带我就带啊，带上这个不就变成了奴隶了吗？他眼中闪烁过一丝寒光，眼珠飞转，考虑着脱身之法。妖虎，这位可是上林国太子殿下，现在在我紫微宗修炼长生妙法，以后定然是能飞升仙界的天之骄子，让你做坐骑那是抬举你了，可不要不识好歹。黑衣结丹修士声音洪亮，下意识的就要把玉兽环戴在脖子上，不过最后关头王虎却是反应过来，这声音中明显蕴含了那黑衣修士的威严术法，逼迫自己点头。好啊，王虎龇牙冷笑了起来，手上光芒一闪，那玉兽环顿时消失无踪，被他收进了储物虎牙之中。不过我这里还有一样宝贝我要交给谁呢？听到宝贝，天空中3人顿时一愣，那少年眼睛一亮，顿时想起了之前的那青色玉石，竟然忽略了王虎把玉兽圈收起来的事情。虽然宝贝他并不缺，但是自己得到的和长辈给的那定然含义不同的。那黑衣修士扫了一眼王虎，怒喝道：你这妖狐好不知眼色，宝贝当然是给太子殿下，还是给你吧，我看这宝贝更适合你。王虎笑嘻嘻的说完，虎爪一抬，一道金光蓦然从手中飞射而出，向着那黑衣修士飞去。不好，有诈！白发金丹老者倒是极其警觉，看到激射而来的金光，顿时脸色大变，浑身白光一闪，便要暴退。
不过那金光更快，在天空一声嗡鸣，猛地化成一根遮天蔽日、闪烁着金光的金箍棒，吃俺老孙一棒！伴随着猴哥一声嚣张到极点的呼喊，一根金光闪闪的大棒猛地向着老者和那黑衣金丹修士横扫过去。王虎此刻早已经趴在了地上，听到猴哥骚包的声音，顿时咧嘴，不愧是猴哥，给一根猴毛都这么彪悍。四周地动山摇，仿佛天塌地陷了一般，不断有轰隆隆的巨响声传来。隔了好一会儿，王虎才晃了晃脑袋上的土屑，站起了身子，向着四周看去，顿时有些目瞪口呆。四周那还有3人的踪影，方圆3、4里内，树木折断，山峰崩塌，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这伤害真体验爆表了，没说的，给猴哥跪了。王虎先是一阵发愣，不过马上他又一脸肉疼的喃喃自语道：“这次真的亏大发了，早知道就多跟猴哥要几根猴毛了，现在浪费了一根救命猴毛，什么也没有捞着，真是亏本到家了。”唉声叹气一番，王虎也准备离开，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这么大的动静，肯定已经惊动了所有人。如果再被几个结丹期强者盯着，再用掉一根猴毛，那他可是要吐血了。毕竟西行之路这才刚刚开始啊，还没死。突然，王虎身子蓦然一停，在他身前不远处，空间一阵波动。那刚才说要收自己当坐骑的少年脸色苍白的露出身形，王虎不禁反省，这家伙竟然被金箍棒扫到还不死，身上一定有好宝贝，或许能够抵偿自己浪费一根救命猴毛的损失。二话不说，王虎虎嘴大张，在少年还没反应过来之时，一口咬住他的脖子，就像是提小鸡一般，提着他迅速消失在山林之中，一口气跑了100多里，找到一个隐蔽的小山洞，王虎这才停了下来，用巨石封住洞口，让小青在洞口警戒，这才叼着青年向着山洞深处走去。这家伙貌似还是个有身份的人，那自己就一定要好好审一审他了，争取先把他炸得连根毛都不剩。林天慢慢睁开眼睛，精神还略微有些恍惚，对于之前的事情终于渐渐的回忆起了一些。那根棒子实在是太恐怖了，他亲眼看着2个紫薇宗结丹期长老连一丝抵抗的余地都没有，只是被棒子擦到了一点，就立马魂飞魄散。如果不是祖父留给自己的替死符在危急关头被激发了出来，恐怕自己现在也已经死了。想到这里，林天习惯性的伸手去摸自己手上的储物戒指，顿时摸了个空，不禁神情一僵。他终于想起了自己昏迷前发生的事情，自己貌似被那只虎妖挟持了。醒了，睡得好吗？王虎此刻已经化成人身虎头的妖怪模样，看到林天醒了，顿时呲着虎牙，满脸笑容，关心的问道。林天吓了一跳，虽然他曾经也见过很多兽首人身的妖怪，但是那些都是紫薇宗驯服的妖族，现在乍然看到笑容诡异的王虎，还是不由得吓了一跳。王虎手上把玩着林天的储物戒指，双眼放光的看着林天道：“说说吧，把你知道的信息全部说出来。”什么信息？林天有些茫然的问道。王虎嘿嘿笑着，伸出一根手指，慢慢变成虎爪的模样，靠近林天的皮肤，在上面划出一道血痕。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如果敢撒谎，烤人肉的味道应该很不错。王虎舔了舔嘴唇，装作一副流口水的样子，上下打量着灵山。我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我是上林国的太子，你不能吃我。灵山快被吓哭了，叫什么？王虎声音低沉的问道。林天，你是什么人？上林国太子，紫薇宗亲传弟子，来这里做什么？紫薇宗昨天送来了一批丹药和妖族交易，我来这里监督以及看管，其实就是跟着几位长老来张张见识的。林天配合的让王虎自己都有些讶异，一共来了几个长老？什么修为？王虎沉吟了一下问道。3个，2个结丹期长老之前被你杀死了，还有一个元婴期长老现在在观音禅院之中。王虎一直问了大半天，把自己所有想要知道的信息问完，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家伙看似修为很低，知道的东西倒是不少。沉吟了1年，看着手中的储物戒指道：“打开。”那上面有林天的一道神识封印，如果想要打开，除了他本人，就只有强者强行抹去烙印，后者王虎自然不可能做到。不过原主人都被他抓了，王虎自然不会舍近求远。神识在打开的储物戒指中一扫，王虎心中顿时一阵惊喜，不愧是天之骄子，里面的宝贝果然很多。手中光芒一闪，储物戒指被放进了自己储物虎牙之中，心满意足地拍了拍林天的肩膀道：“不错不错，你小子有前途。”林天哭丧着脸，身子一阵颤抖，显然已经惧怕王虎到了极点，同时心中暗想：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了，还是宗门和家里好。那你可以放我走了吧？林天小心翼翼地问道。放你走？当然不行，我损失这么多，当然要向你们家要足够的赎金的。王虎摇晃着硕大的虎头，嘿嘿笑着，把一张歪歪扭扭的纸条放到了林天的面前道：“签字画押，我去要钱。”2个时辰后，王虎再次把林天打晕，仍在山洞中，又在外面忙活了大半天，这才带着纸条向着观音禅院而去。他已经问得很清楚了，整个洛风山脉的妖族就是和上林国的人族之间通过观音禅院做交易的。妖族以山里面的天材地宝换取人族炼制而成的各种丹药、符篆之类的。现在自己抓了上林国的太子，等于在破坏这条稳固的利益链条。不但人族不会放过自己，就连妖族恐怕也容不下自己了。只有制造足够的混乱，才能伺机逃出这片人妖组成的势力范围。而且他也已经从林天的口中找到了另外一条通往西牛贺州找到牛魔王的捷径。嗖，王虎猛地把那纸条投掷进入观音禅院，自己则和小青蛇躲在一处茂密的丛林中严阵以待。王虎写的是勒索信，大意便是让他们带足够的灵石去距离这里100多里之外的一座小山上去赎回他们的皇子殿下。限时2个时辰，过期不候。很快，一行110人的队伍从观音禅院中冲出来，当先一人元婴修
修为，后面浩浩荡荡的跟着大批禅院中的僧人。王虎甚至在大队人马中发现了2个妖王。果然，即便知道这个可能是陷阱，这些人还是慌了，甚至感觉不保险，还邀请了落峰山脉的妖王助战。不过他们注定是找不到自己了。王虎得意一笑，眼看四周陷入了寂静，这才猫着腰慢慢的潜伏进了观音禅院。或许是人力被大量调走的缘故，这里显得有些冷清。王虎嘿嘿笑着，从储物空间中掏出2张浴火符，灵力涌入，猛地向着一处禅院扔去，顿时轰的一声，大火冲天而起。王虎脚步不停，快步离开，跑到观音禅院的各处放起火来。一时间，整个观音禅院烽火四起，一阵阵呼和救火声不断传来。王虎潜伏在一处角落里的房间，嘿嘿冷笑着看着外面几个忙碌的炼气期僧人。这灵天储物界中的浴火符召唤出来的可是3味真火，可不是能够随随便便就能够扑灭的。突然，王虎眼神一凝，看到一个老和尚颤颤巍巍的从前方慌张张的走过去。王虎一眼便看出这老和尚是筑基后期的修为。王虎心念一动，这老和尚不会就是观音禅院的主持金石老和尚吧？根据《西游记》中的记载，这家伙可是收藏了好多了不得的宝贝的。这老家伙极其警惕，沿途不断收拢慌乱的僧人，不一会儿便带着10几个炼气期僧人来到了一座禅房外。你们好好守护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能进来。金池上人看到这里没有被灵火波及，这才长长松了口气，似是又想起了什么，又是脚步匆匆的离开了。王虎眼珠一转，手中光芒一闪，顿时一张符篆出现，贴在自己身上，慢慢的跟在金池上人的后面，要赶快把这里的事情禀报给陛下。这一连串事情看起来似乎不简单啊。金池上人喃喃自语的道，走了几步就开始气喘吁吁起来，显然是一副寿元无几的模样。院主，不好了，不好了！一个呛亮的身影突然从远处跑了过来。金池上人一惊，这人正是之前自己安排守卫禅房的几人之一，一把抓住来人的手臂。金池上人的声音有些颤抖，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没什么，我是送你上路的。王虎身形一阵变化，再次变成了虎首人身的妖怪，一把把手上的小剑插入了金池上人的丹田部位，灵力通过匕首狂涌而入，瞬间金池上人便没了气息。人族的身体不比妖族，非常脆弱，特别是没有修炼出神识的炼精化气阶段，只要被妖族靠近，那肯定是死路一条。上人，你安心的去吧，这里一切有我呢。轻轻把金池上人的身体放在地上，身上的符篆光芒一闪，又再次变成了金池上人的模样，施然向着来路而去。上宫云顿简直快被气疯了，这里已经是他探查的第3处地方了。劫持皇子的那人简直就是在戏耍他们，每到一处，上面都会提示皇子会在下一个地方，然而结果是他们已经扑空了3次。他拿起放在一处石头上的纸条，向东150里之外的一个小山洞中，皇子中毒了，可要快一点哦。瞥了后面的2个妖王一眼，上官云顿一把撕碎纸条，皱眉道：这真的妖族所为？什么时候妖族变得这么聪明了？你说什么？以为我老熊听力不好是吧？后面的黑熊精听到这话，顿时不干了，拿起手中的红缨枪在地上重重一顿，就准备和上官云顿战上一番再说。上官云顿却不理会他，身影一晃，速度陡然加快，按照地图上的指示向着下一处找去。我说金蛇，这真的妖怪干的？如果是真的，那还真是一个人才，到时候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死了。黑熊精此刻却是眯缝起了一对小眼睛，嘿嘿笑着说道：没错，到时候咱们联手把他救下来带回山去。2个妖精嘿嘿怪笑着，化作2道黑气，朝着前方的上官云顿追了上去。此刻的观音禅院中简直乱成了一团，众僧扑火扑了大半天，却是丝毫不起效果，甚至还有越烧越旺的趋势。王虎身影一晃，变成金池上人的样子，却是去而复返，再次回到了之前的那处禅房。看着站在院落里的10几个炼气期僧人，王虎眼珠一转道：你们都先出去。僧人们虽然疑惑老院主为何去而复返，不过却也不敢造次，很快的鱼贯而出。王虎嘿嘿怪笑着走到那禅房门口，极其轻松的咬断房门上的金锁，走了进去。瞬间他的哈喇子又是流了下来，整个禅房内金光闪闪，尽是各种灵丹的宝光，一股丹药的清香从房间中扑面而来。王虎只是这么闻了一口，修为竟然就有了松动。二话不说，王虎立马开始手忙脚乱的收取丹药，也不管丹药的药效，药性全部都一股脑的收进了自己的储物虎牙之中。这些丹药摆放的很是松散，很明显是为了让别人能够更好的挑选之用。不用说，这肯定是为了和妖族交易准备的。不过现在嘛，自然全部都便宜了王虎了。1刻钟不到，王虎便席卷了整个禅房中所有的丹药，这才心满意足的关上房门，把房门恢复成原样，然后把外面的僧人叫了进来，命令他们继续守护，这才大摇大摆的离开了。直到走出观音禅院3、4里，王虎这才把身上的符篆撕下来，变换成了自己的模样，而那张高阶换身符却也同时化作一堆飞灰消失不见，却是也用到了尽头。王虎心中暗暗心疼，这可是储物界中唯一的一张高阶灵符啊，就这么没有了。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王虎却是暗下决心，自己的修炼一定要加快了，等自己踏入炼气化神境界，应该就可以勉强施展72变了。回头看了一眼火光冲天的观音禅院，王虎再次嘿嘿笑了起来，摸了摸自己满载而归的储物虎牙，他顿时心满意足了。只是自己替猴哥先把观音禅院烧了，又把金池上人给干掉，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以后的西天取经啊？管他呢，反正自己的存在本来就已经影响到了西游原来的轨迹，自己原本的命运可是猴哥的虎皮裙呢。化作老虎形态向着上林
林国的方向狂奔而去。那些人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这里烧杀抢夺一番，还有胆子进入上林国吧？到时候虎爷在上林国吃香喝辣，而你们就算把这片山脉翻个低朝天，也找不到我。想起那些人看到禅院中被自己洗劫一空的丹房，那暴跳如雷的模样，王虎就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第二天一早，跑了整整1天1夜的王虎终于在一处山峰前停了下来。这里已经是森林的边缘，再往前可就是真正的人类世界了。站在山巅向下眺望着，山下小山村中有道道炊烟升起，王虎不由得有些感慨，自己再怎么说也是人类的灵魂呢，不过现在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融入人类的世界了。找到一个隐蔽的小山洞，王虎猫着腰钻了进去，然后再次把洞口堵死，一切准备妥当，这才把储物虎牙打开，拿出大量的丹药以及一个储物戒指来。这些丹药王虎基本上都不知道具体功效，却是不敢胡乱服用。不过却是有2种王虎是认识的，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种玄灵丹，一种增进修为的丹药。小青啊，以后你可是有福了。王虎拿起一枚玄灵丹朝着小青蛇抛去，同时也捏起一颗送进自己嘴里，果然是嘎嘣脆，丹药入腹，顿时一股暖流流遍全身。王虎立马运转8九玄功，把这股灵力全部转化一空，相当于自己1个月修炼的成果了。而另一种丹药便是化形丹，数量也不少，足有17颗之多。化形丹便是让筑基期的妖族短暂幻化成人身的丹药，差不多每一颗化形丹可以持续1个月的时间，这也是王虎潜入人类世界的重要依仗。剩下的丹药还有100多颗的样子，但是这些丹药却是让王虎发了愁，关键是全部都不认识，一时间却是变得有些束手无策起来。嘶！就在这时，一旁吃了一颗玄灵丹的小青突然朝着王虎嘶鸣了起来。你想吃这些丹药啊？没事，看中那一颗随便吃。王虎少见的大气磅礴的一次，小青蛇自然不会和王虎客气，化作一道青光，飞向一颗青色散发着磅礴灵气的丹药，一口吞了下去。这枚丹药不错，灵气相当浓郁。王虎点了点头，咔嚓，又是一颗火红色的丹药进了小青蛇的肚子。王虎脸上的笑容顿时有些僵硬，想要说些什么，不过看到这满地的丹药，却是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心中暗道：就小青那小身板，就算敞开量让他吃，又能吃多少？咔嚓咔嚓咔嚓，又是3枚丹药被小青蛇被吃进了肚子。王虎顿时有些坐不住了，小青啊，咱能悠着点吃吗？你看你刚才吃的那个黑不溜秋的，还不知道有没有毒素呢。咔嚓咔嚓咔嚓，小青蛇也不说话，只管埋头苦吃。小青啊，这么吃可是要吃坏肚子。王虎愁眉苦脸，苦口婆心的劝说。一刻钟中，王虎看着手上仅剩的2枚丹药，欲哭无泪。此刻他的内心是悲伤的，整整100多枚丹药，就这么让小青这个败家子全部给吃了，就给自己剩了俩。小青蛇心满意足的拍了拍肚子，朝着王虎讨好般的叫了2声，然后蛇身一歪，整个身体卷缩成一团，浑身灵气内敛，就这么呼呼大睡去了。王虎郁闷的把地上的小青蛇捡起来，探查了一下他的身体，确定没什么大事，这才长长出了口气，把仅剩的2枚丹药小心翼翼的放回储物虎牙中。这2枚丹药可是这批灵药中散发波动最强烈的2枚，幸亏自己眼疾手快，要不然恐怕又要进入小青的肚子。心有余悸的看了看熟睡的小青，王虎这才心有余悸的把从林天手中得来的储物戒指拿了出来。幸好小青睡了，要不然王虎一时还真不敢拿出来。10几张中阶的5行灵符，几张中阶的御风符，一张已经被王虎用掉的高阶换身符，一张用过一次的仙阶符传替死符，特别是那枚达到仙阶的替死符，更是让王虎惊喜非凡。这可是能从猴哥棒下逃生的符传啊！按照王虎的猜测，这张替死符还可以使用2次，也就是说自己瞬间多了2条命啊！除了符传，法宝也是不少。那张中品灵宝的灵网暂且不说，一把青色飞剑，一面黑色小盾都是极品灵宝。除此之外，还有一套法衣，竟然是一套法宝宝衣。像王虎从小白龙那里坑过来的九龙玉佩，就属于防御型仙宝。而林天区区一个炼气化神的筑基期小修士，有2件顶级灵宝就非常了不起。还有一套法宝宝衣，只是让王虎略微有些遗憾的是，灵山的储物戒指中除了2颗化形丹，并没有别的丹药，再加上御兽环，嘿嘿。想起山洞中审讯灵山的经过，王虎不由得再次坏笑起来，不知道会不会给林天那家伙心里造成什么阴影啊？一切准备妥当，王虎便服用了1颗化形丹。他感觉自己还是尽快进入上林国的好，不然等观音禅院那些家伙反应过来，搞什么地狱封锁，那他就悲催了。化形丹入腹，王虎一声低沉的虎啸，他只感觉自己小腹像是有一团火在烧一般，整个身体的灵力都在快速向丹田汇聚。很快，一颗凹凸不平的金丹出现在王虎的丹田位置，这是化形丹形成的1颗伪金丹，是维持自己化成人形的关键。而且也因为自己要维持人身，以后以人类的形态，自己便只能发挥炼气期的实力了。王虎站起身，低头看着自己古铜色的皮肤，1.8米的身高，强壮有力的身材，再加上轮廓分明、颇为英俊的脸庞，感觉非常满意。拿出那套法衣穿在身上，王虎心念一动，法衣顿时变得极其合身。想了想，王虎又把九龙玉佩戴在身上，顿时一个俊秀的少年郎形象跃然出现，再配上一把折扇，那就是正品的富家公子哥啊！王虎得意地甩了甩飘逸的长发，把所有东西全部收入储物虎牙，再把小青蛇往怀里一塞，这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山洞。2个时辰后，王虎出现在一座名为靠山镇的小镇上。这小镇看起来并不大，
但是却很繁荣，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王虎也大摇大摆地汇入人群，现在的他怎么看都像是一个落魄的书生形象。小二，好酒好肉来一份。王虎走进小镇唯一的一间酒楼，轻声招呼小二，味道果然是不错啊，真是太香了，比现代的肉食好吃多了。王虎吃了一口牛肉，顿时感觉满口生香。这古代的五香牛肉如果放在现代，那肯定是远近闻名的老字号。酒也不错。王虎心中暗暗满意，这没有兑水的纯天然酒，果然是美味啊。正在王虎用心对付牛肉美酒的时候，邻桌的两个身穿学士服的青年互相看了一眼，同时向着王虎这一桌走了过来。敢问兄台，可是赶赴颍川赶考的考生啊？两人中一个看起来颇为富态的青年开口问道。王虎一愣，不过随即反应过来，笑道：是啊，小生王虎，家住卧牛村，就是准备赶考的考生。那太好了，小生张炳生，这位兄台林川华，均都是要往颍川赶考的。此去山高路远，王兄不如我等三人一起结伴而行如何？颍川城是上林国第二大城市，距离靠山镇有300-400里的路程。从颍川城再往西20多里远便是上清河，那里便是王虎的第一站目的地。然后自己就可以从上清河直接顺流直下，越过上林国、下林国两个国家，到达清玄国。那里根据自己从林天那里探查到的消息，是有一个上古时期留下来的跨大陆传送阵的。或许到时候自己就可以想办法直接利用传送阵前往犀牛贺州。毕竟如果让他一个小筑基期虎妖这么一路向西走下去，等找到牛魔王，还真是不知道要走到猴年马月去了。王虎百无聊赖地想着心事，趁着远处几人没在意，一口把一枚玄灵丹吞了下去，靠在一颗大青石上闭眼修炼了起来。为了不引人注意，之前在靠山镇酒楼内，他也就答应了那两个前往颍川赶考的考生一起前往。然后几人又再次找了几个考生，一行7、8人雇了2辆马车，这就一起上路了。只是让王虎有些郁闷的是，这些人一路上只要遇到景致好的地方，必然停下来一番品头论足，做几首歪诗，几个人互相吹捧一番，自得其乐，还美其名曰寄情山水，放松心情。一天下来也就能走个30-40里路，这还是快的。有时候遇到路段不好的山路，甚至连10几里都走不了，这让王虎郁闷不已。难道古代考生赶考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不过他也不着急，储物虎牙内的玄灵丹还有100多颗，按照他现在每天1颗的炼化速度，差不多3个月左右就基本上可以炼化完成了。到时候自己也应该能够进阶筑基中期了。而距离猴哥脱困五指山，最起码还有6、7年的时间，自己时间充足，只要有机会，当然还是先提升实力为妙。要知道这一路上可是越往后越凶险的。傍晚时分，一群人终于晃晃悠悠地赶到了下一处驿站。急走了10几里山路，本来都有些昏昏欲睡的这些读书人立马重新焕发精神，要酒的要酒，点菜的点菜，一阵好不热闹。特别是当看到驿站中另外一边坐着的是2个极其美丽动人的少女的时候，这些人更是如同打了鸡血一般，作诗赋词，吹嘘自己的学问，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说真有什么异类，那就当属王虎了。用一句话表现他的行为最为贴切，该吃吃，该喝喝，啥话咱都不去说。王虎暗说不能怪自己啊，这饭菜真的太好吃了，叫花鸡、口水鸭、糖醋鱼，这些普通的菜在这里竟然能做得这么好吃。林兄，这一顿说什么也要让小弟来，你就别抢了。这是微胖的张炳生。不，张兄我来，今天说好的我来，你别和我抢。林川华又抬手一指座位上的众人，还有你们，谁也别和我抢啊！两人一阵磨磨唧唧，但是谁都没有真的要往外掏钱的意思。王虎顿时看不下去了，啪！王虎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好了，你们2个都别争了，还是我。说到这里，王虎猛地打了一个饱嗝，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齐刷刷地看向了王虎，就连旁边的2个少女同样也不例外。还是我给你们出一个主意吧，既然都想要付钱，我看就平分了吧，2个人一起付多好啊，是吧，张兄、林兄？王虎走过去，搂住2人的脖子，看着2人有些僵硬的脸色，笑嘻嘻的道：小二结账，另外顺便送1只叫花鸡，1只口水鸭，1坛女儿红送到我房间，留着晚上吃夜宵。王虎扭头看着2个犹如吃了苍蝇屎一般脸色难看的2人，满脸深情的道：那今天就多谢张兄、林兄的款待了，小弟先告辞一步，今天吃的有些撑了，要去休息了。看着王虎晃晃悠悠离去的身影，下面所有人的脸色都有些怪异，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有点撑还要点那么多夜宵啊！哥哥，小姐这个人好有意思。另外一边2个女孩中，其中一个看起来略小点，有着一张娃娃脸的女孩顿时咯咯笑了起来，是很有意思，有些看不透呢。那个看起来略微年纪大些的少女眉头却是微微皱了起来。一大早醒来，王虎伸了个懒腰，迈着虎步向着外面走去。今天太阳不错，正适合自己修炼。离驿站稍远，王虎找到一块大青石，盘膝坐在上面，便开始迎着朝阳吞吐天地元气，修炼8、9玄功。内心这一夜睡得并不安稳，应该说自从8岁那年到现在，他就很少有能够睡安稳的晚上。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会想起那个可怕的人，那些可怕的梦。而且他和王虎的房间离得并不是很远，所以当早上王虎起床出去修炼8、9玄功的时候，同样也把他惊醒了过来。他没有立刻起身，而是等到王虎的脚步声消失好一会儿，这才起身，没有打扰依然还在熟睡的丫鬟莲儿，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王虎的房间，同样也向着外面走去。此刻天色还早，外面并没有发现王虎的身影，不过朝阳的金色霞光照射在自己身上，显得有些舒服。原来早起的感觉这么好，内心扬了扬眉毛，漫步向着旁边的小树林走去。刚走进森林没多远，他便耳朵一动，不远处有一声声悠长的呼吸声传来，这是有人在修炼吗？内心中暗道，瞬间一个人的身影便浮现在了他的脑海。
此刻的王虎神情庄严，没有了时常挂在脸上的懒散表情，鼻孔中不时的便有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气龙进出。他的呼吸很慢，但是却有一种别样的韵律。在王虎的四周，一层很淡很薄的紫色光彩缭绕着他，使得王虎看起来有一种极其缥缈的神秘感。内心心中暗惊，紫气绕体，吐息如龙，这可是修炼顶级道家功法才会有的气象啊！看来自己猜测的果然没错，这个叫做王虎的男子肯定不简单。看够了吗？突然，王虎的声音蓦然在身后响起。内心一愣，自己只是刚发愣了一下，没想到这就被对方发现了。不过他也并不慌张，转过头嫣然一笑，美目在王虎身上一阵流转，略显娇嗔道：“王兄果然是深藏不露，没想到在这等荒郊野外的驿站，竟然能遇到王兄这样的高人。”王虎显然对这一记马屁很是受用，轻咳一声，脸色好转了一些，道：“高人不敢当，美女不，姑娘，你这大清早的不在房间好好睡觉，跟着我做甚？”小女子昧心，无意间打扰到王大哥修炼，确实是奴家的不是。不如这样，奴家再次给王大哥献武一支，全当是给王大哥赔罪了。说完，不等王虎推迟，手臂一展，竟然真的就这么跳起舞来。王虎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尼玛这说跳舞真的就跳舞啊，也太开放了吧？难道这姑娘对自己有意思？不过满打满算，这才是自己和她的第2次见面而已。哥的魅力真的有这么大？这姑娘对自己一见钟情吗？王虎颇为自恋的摸了摸脸，一时间心中也有些得意。不得不说，内心的舞蹈真的很美，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一个笑容，都有着别样的吸引力。王虎可是被现代电视、电脑各种娱乐节目轰炸过的现代人灵魂，依然看得有些吃了。好看吗？一舞完毕，内心擦了擦头上的汗水，走到王虎身边，满脸期待的问道。直到内心走到王虎身边，他才反应过来，脸上不由得有些发红。自己可是高人啊，怎么能一脸猪哥样的盯着人家看个没完呢？挺不错的。王虎努力装作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淡淡的说了一句，甩了甩袖子道：“不早了，咱们还是回去吧。”他感觉自己还是赶快离开的好。这个叫做媚心的女子，怎么看都像是诱惑人的小妖精。虽然她才是真正的狐妖，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媚心这么关注，低姿态的讨好她，一定是有着什么目的的。在弄清楚这个目的之前，王虎并不敢和她走得过于接近，毕竟他自己也不干净，自己偷了那么多的丹药。观音禅院的那些人肯定都在翻天覆地的找自己呢。两人一路上倒也没什么交谈，刚才还火辣热舞的媚心，此刻就如同一个害羞的小姑娘一般，低着头跟在王虎后面。两人一前一后的进了驿馆。昨天随着媚心一起来的小姑娘正满脸焦急的来回乱转，显然是已经发现了自家小姐大清早的就突然不见了。小姐你去哪里了？莲儿好担心你。看起来14、15岁的小丫头一下子扑进媚心的怀里，眼圈都有些微微发红。瞎担心什么？我和王大哥出去说点事情呢。媚心刮了一下小丫头的鼻子，声音不轻不重的说道。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顿时都集中到了王虎的身上，真是羡慕嫉妒恨啊。虽然在场的人没有说话，不过王虎仿佛听到了所有人的心声。不过他脸皮厚的出奇，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周围一干读书人仿佛要杀人一般的目光，一把搂住张炳生的脖子，笑眯眯的道：“张兄，你脸色看起来怎么这么差啊？是不是昨晚没有睡好？”张炳生看着一脸关心的王虎，恨不得一拳把那张可恶的脸打得稀巴烂。多谢王兄关心了，小弟很好。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吃完早饭出发吧。王虎心中一阵诽谤，你还好意思说赶路？从靠山镇出发已经10多天了，竟然只走了这么100多里，就没见过这么慢的。很快大家吃过饭，也就准备出发了。不过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出发多出了一架马车，正是媚心和她的丫鬟莲儿。两人之前声称回家祭祖，现在却是要返回颍川城，正好和王虎等人顺路。这一下顿时激发了这些读书人的肾上腺素，一路上情绪热情高昂。3天下来，只是王虎知道的，这些人就做了不下几10首诗词。媚心也是极其会做人，每一首请他点评的诗作，他都会笑着夸奖几句，这就让这群人更是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亢奋。王虎却是有些百无聊赖，在路上几乎没怎么下过马车，一直都躲在车里炼化玄灵丹提升修为。而经历过驿馆的事情后，其余人也对王虎多少有些不待见，仿佛自动忽略了他的存在。只有媚心总会找机会有意无意的陪着王虎说那么几句话，旁敲侧击的打听王虎的出身修为。不过王虎对他多少也有些防范，总是插科打诨，所以两人的交谈也只算是极少。转眼间半个月过去，距离颍川城越来越近，又是一天黄昏，众人来到一处小镇落脚。王虎走下车，打了个哈欠，四处看了看，就想进镇子里面找吃的。这一路上他对于吃的可谓是极其执着热情，不管是到了哪里，第一件事就是打听附近有什么好的小吃，然后肯定第一时间先去大快朵朵一番。不远处，张炳生等人则又在商议着前往不远处的金山游玩，那里是这附近很著名的风景胜地，山峰独秀，大河滔滔，可以说是一个山水极其秀丽的地方。王大哥，要不也一起去吧？就在这时，媚心的声音突然响起，却是让周围几个正在卖弄才学的书生一愣。王虎也是瞬间停下了脚步，媚心这还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对自己发出邀请了，终于是忍不住了，要对自己说些什么了吗？好啊，王虎也是爽快的答应了下来。说实话，他对于媚心想要自己帮忙的事情还是很好奇的。经过这几天的相处，他对于媚心也是挺有好感的。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心机的女子。不过她的心机却又并不让人厌烦，如果能够帮到她，又没有什么危险的话，王虎还是很愿意效劳的。不远处，张炳生几人却是脸色都有些难看，无数次历史经验告诉他们，和王虎在一起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金山并不远，和周围的群山相比也不显得陡峭。一群人拾阶而上，很快便来到了半山腰一座凉亭之中。看着并排站在最前方的王虎以及媚心，后面的一群人显得都很愤愤不平。之前没有王虎在，媚心还会和他们说上几句话，现在这家伙来了之后，媚心连
看都不看他们一眼。这家伙有什么好的？好吃懒做，油嘴滑舌，毫无才气。张炳生表示很不理解，媚心这样的女子怎么总喜欢和王虎这样的无耻之徒待在一起呢？突然他脑子一亮，突然想起一个好主意来，或许能够让媚心小姐真正的认清王虎的真面目。王兄，你看眼前美景如画，正是作诗赋词的好时候。之前王兄一直在马车内苦读，今天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一定要显露一手也好，让小弟等人好好开开眼界，不是？张炳生满脸真挚地说道。对啊，王兄还请显露你的才华。后边的林川华等人急忙附和，显然都以为找到了让王虎出丑的机会，就连旁边的媚心也满脸笑意地看着王虎，显然想要看一看他怎么化解。王虎不屑地一撇嘴，心中暗道：想看我笑话，你们还是嫩了点，不知道哥们脑子里有中华上下5000年的璀璨文化。王虎装出一副苦苦思索的样子，装模作样地站在亭子里，向着外面眺望。还别说，这里的景色还真的美极了。夕阳西下，一条巨大的瀑布从远处的山顶上奔腾而下，落入下面的深潭之中，四周更是群山耸起，一片郁郁葱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9天。王虎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这首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周围等着看笑话的众人脸色猛地一僵，大家都是求学的学子，自然都是极其懂诗的。王虎刚念出来，顿时所有人都听出来这是极好的诗文了。好诗！媚心双眼异彩连连，他一直以为王虎是那个古老宗派的弟子呢，没想到还真的这么有才华。难道他真的准备在这俗世中考取功名吗？王大哥，你这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描写景致气势磅礴，肯定是极好的诗文了。不过里面有些地方小妹却是有些不太明白，可否详细的讲解一番啊？媚心这也是一番好意，王虎当众解释出来，肯定能够更有面子。听到媚心的话，王虎一阵咧嘴，自己是抄袭的好不好？讲解个毛线啊！此刻他只想说，能不能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就在王虎准备硬着头皮解释一番的时候，旁边的张炳生突然一拉王虎的肩膀道：王兄高才，小弟甚是佩服。不过你看这四周山峰层峦叠嶂，也甚是秀丽，要不王兄再根据这山峰再赋诗一首吧？王虎扭头看着张炳生那一张胖胖的笑脸，突然间感觉他真是可爱到了极点。